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端上桌，旁边放着一颗切开流油的咸鸭蛋，金黄色的油脂顺着蛋白缓缓流淌。这样的画面几乎刻在了无数中国人的早餐记忆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这颗咸鸭蛋到底是补钙补铁的养生好物，还是高盐高胆固醇的健康炸弹？今天的视频，我就从健康养生的专业角度，把咸鸭蛋彻底讲透。我会告诉你它对身体哪些器官有明确的好处，也会指出它的潜在风险。最后给你一套安全又过瘾的实用方案。看完这期内容，你不仅知道怎么选、怎么吃，还能在家人朋友面前讲出科学依据，不再被那些咸鸭蛋致癌、咸鸭蛋补血的谣言带着跑。先来看咸鸭蛋的营养成分到底怎么样。很多人以为咸鸭蛋就是盐加蛋，没什么营养。这种看法其实低估了它。一颗中等大小的咸鸭蛋大约60到70克，剥壳后可食部分约50克，里面含有7到8克的优质蛋白质，和鲜鸭蛋几乎没有差别。这些蛋白质包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吸收率很高，对维持肌肉、修复组织、提升免疫力都有帮助。同时，咸鸭蛋的脂肪含量大约在10克左右，主要集中在蛋黄部分。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卵磷脂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卵磷脂被很多营养学界的人称为血管清道夫，它有助于乳化胆固醇，促进脂类代谢，对大脑神经细胞的健康也至关重要。此外，咸鸭蛋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最值得提的是硒。每100克咸蛋黄中，硒的含量可以达到40微克以上，是日常食物里硒含量较高的一种。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核心成分，这种酶能帮助身体抗氧化，抵抗自由基的损伤，对延缓衰老、保护细胞膜完整性都有积极作用。咸鸭蛋里的钙含量也值得一说。腌制过程中，蛋壳中的部分钙会溶解渗入蛋清和蛋黄，虽然提升幅度有限，但也算一个补充渠道。当然，指望它补钙显然不如喝牛奶，但它作为日常膳食中的一部分，还是能贡献一点矿物质的。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些营养成分到底对应着身体哪些器官的益处？我们来逐一说清楚。第一个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刚才提到的卵磷脂进入人体后会分解为胆碱，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原料。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递质，直接关系到记忆力、反应速度和学习的效率。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脑子转得慢，除了自然衰老，缺乏胆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颗咸鸭蛋里的卵磷脂含量大概在2到3克，对满足人体每日胆碱需求有一定帮助。当然，如果已经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光靠吃咸鸭蛋远远不够，但作为日常饮食中的辅助补充，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第二个受益的器官是肝脏。卵磷脂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帮助脂类转运。简单说，肝脏合成了脂肪和胆固醇，需要把它们运到全身各处利用。如果这个转运过程出了问题，脂肪就会堆积在肝脏里，形成脂肪肝。卵磷脂可以通过促进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加速肝内脂肪向外转运，从而减少肝脏中的脂质沉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营养师会建议轻度脂肪肝的人群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下，适量
摄入蛋黄类食物，不要因噎废食。第三个受益的器官是眼睛。咸鸭蛋的蛋黄里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类胡萝卜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它们能像天然太阳镜一样过滤掉有害的蓝光，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氧化损伤。长时间看屏幕，暴露在强光下的人，适当补充叶黄素有助于预防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咸鸭蛋里的这些成分虽然比不上深绿色蔬菜多，但盛在蛋黄里的脂肪环境有助于叶黄素的吸收，因为它们是脂溶性的，搭配油脂更容易被利用。第四是骨骼，前面提到咸鸭蛋含钙，此外它还含有一定量的磷和镁，这些都是骨骼矿化所必需的矿物质。按100克可食部分计算，咸鸭蛋的钙含量大约在100到120毫克。虽然远不及牛奶的100克含104毫克钙，但它的优势在于钠和蛋白质的存在可以促进钙的溶解和吸收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协同作用，实际上高钠反而会加速钙的流失，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平衡问题。我们后面会专门讲怎么吃才能趋利避害。第5个器官是甲状腺咸鸭蛋中的硒，对甲状腺功能的正常运转非常关键。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代谢需要硒蛋白的参与，缺硒会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增加桥本氏甲状腺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土壤含硒较低，食物链中的硒含量也不足，适当吃一点富含硒的咸鸭蛋，对弥补膳食缺口是有意义的。不过，如果只讲好处不讲风险，那是不负责任的。咸鸭蛋最大的硬伤就是盐，看看它的钠含量。一颗标准的咸鸭蛋，钠含量可以达到1000到1200毫克，换算成食盐大约2.5到3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换句话说，吃一个咸鸭蛋就已经摄入了全天推荐量的1半以上。如果当天再吃其他含有调味品的菜肴，钠超标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长期钠摄入过多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损伤肾脏的过滤功能，同时还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不利。所以高钠咸鸭蛋对心血管系统、肾脏和骨骼都存在潜在风险。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核心就是控制频率和吃法。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吃2到3个咸鸭蛋是完全可以的，每次以1个为宜。但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偏高，或者有慢性肾病、心力衰竭，那就要更加谨慎。这时候可以只吃蛋黄，把蛋白扔掉或者给家人吃，因为咸鸭蛋的盐分大部分集中在蛋白部分，蛋黄里的盐含量相对较低，只吃蛋黄既能享受卵磷脂、叶黄素、硒的好处，又大幅减少了钠的摄入，算是一种折中方案。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胆固醇。一个咸鸭蛋的蛋黄含有大约300到400毫克胆固醇。在很多年前，营养学界普遍认为膳食胆固醇会直接升高血液胆固醇，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近20年的大量研究已经更新了这个认知。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约70%到80%是由肝脏自身合成的，只有20%到30%来自食物。而且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影响远小于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影响。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的膳食指南已经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的每日摄入上限。对于健康的普通人，每天吃一个蛋黄并不会显著增加血液胆固醇水平。问题在于，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胆固醇血症，或者对胆固醇代谢敏感，大约占人群的15%到20%，那么额外摄入胆固醇还是会明显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种情况下，建议每周吃蛋黄不超过2个，或者干脆只吃蛋白部分。蛋白中的盐分虽然高，但蛋白本身没有胆固醇，你可以把蛋白用水冲一下，稀释盐分再吃，或者用来炒菜当调味料使用。再说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咸鸭蛋腌制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答案是会，但含量很低。传统腌制使用食盐、黄泥、草木灰等，在厌氧环境下，蛋中微量的硝酸盐可能被细菌还原为亚硝酸盐。不过，合格的咸鸭蛋中亚硝酸盐含量一般每公斤不超过10毫克，这个量远低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咸鸭蛋本身，而是那些小作坊用工业盐或者反复使用的老卤腌制，或者腌制品已经变质发臭后的亚硝酸盐升高。所以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包装咸鸭蛋，最好有 SC 标志。如果自己在家腌，要确保容器清洁，盐量足够，腌制时间控制在25到35天之内。时间太短，蛋黄不出油；太长，则蛋白过咸，且亚硝酸盐风险升高。既然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怎么吃才能把好处留住，把坏处降到最低呢？我在这里给你一套完整的食用指南。第一是控制总量，前面说了，每周2到3个是最合理的范围，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调味品或者配菜，而不是主菜。比如早餐喝粥，只吃半个咸鸭蛋，剩下的半个中午用来拌豆腐或者炒青菜。第二是减盐处理，如果你觉得整个咸鸭蛋太咸，可以把煮熟后的蛋白部分稍微在水里涮一下再吃，涮掉表面的盐分后，钠含量可以降低20%甚至更多。或者更简单的办法，只吃蛋黄，蛋白切碎后当成盐来炒菜用，这样既用了蛋白的咸味，又减少了放盐量。第三是搭配利尿排钠的食物，比如同时吃富含钾的蔬菜水果，像芹菜、菠菜、西红柿、香蕉、猕猴桃等。钾可以促进钠的排出，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减轻高盐对血压的影响。餐后再来一杯无糖酸奶或者牛奶，补充钙质的同时，也能帮助缓冲钠的升压作用。第四是烹饪方式，咸鸭蛋最好煮熟后吃，不建议生吃或者溏心吃法，因为鸭蛋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尤其是土法腌制的咸鸭蛋，细菌风险更高。完全煮熟到蛋黄发面，蛋白凝固，才能确保安全。另外，油煎咸鸭蛋会使脂肪氧化程度升高，不推荐。第五是特定人群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建议每周不超过1个，而且只吃蛋黄。肾病患者需要遵医嘱，通常建议完全避免，因为肾脏处理钠的能力下降，吃一个咸鸭蛋就可能引起水肿和血压失控。孕妇和儿童可以少量吃，每次1/4个蛋黄即可。蛋白尽量不吃，痛风患者可以放心。咸鸭蛋嘌呤含量很低，每100克仅含约5毫克嘌呤，属于极低嘌呤食物，
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如何挑选一颗好咸鸭蛋？很多人以为蛋黄出油越多的越好，其实不一定。出油是因为蛋黄中的脂肪在盐的作用下凝固成油滴，出油程度与腌制时间、盐浓度和蛋的新鲜度都有关。正常腌制的咸鸭蛋切开后应该有少量油渗出，蛋黄呈橘红色或橙黄色，质地沙软。如果蛋黄颜色异常红艳，很可能是添加了工业染料红心粉，这是非法的，不要购买。蛋白应该晶莹透亮，没有发黑或异味，摇晃时没有明显的晃动感，说明蛋壳内部致密，没有散黄。教你一个小技巧，把咸鸭蛋放在灯光下照，如果蛋清透亮，蛋黄清晰可见，说明新鲜度好；如果整体浑浊或有黑斑，说明已经变质。另外，超市销售的真空包装咸鸭蛋要注意看生产日期，尽量选近期生产的产品。同时检查包装是否有漏气，如果包装鼓起来，说明微生物繁殖产生气体，不要食用。目前市面上还有一种低盐咸鸭蛋，采用减盐工艺腌制，钠含量比传统产品低35%到50%，口感上稍微淡一点，出油程度也可能少一些，但健康价值明显更高，尤其适合需要控制盐分的人群。如果你在超市看到这类产品，可以优先选择。好了，现在我们把所有信息汇总起来，咸鸭蛋可以算是一种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食物。它的优点在于卵磷脂对大脑和肝脏有益，叶黄素对眼睛有益，硒对甲状腺有益，优质蛋白质和微量矿物质对整体代谢有帮助。它的缺点集中在盐分过高以及胆固醇对敏感人群的不利影响。那么它到底算不算健康食品？我的看法是，它不属于应该每天大量吃的日常基础食物，但作为1周2、3次的调味补充饮品，它完全可以融入均衡膳食当中。关键就是2个字：适量。你不需要完全把它当成洪水猛兽，但也别把它当成补品去天天吃。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回答2个很常见的疑问。第一个问题，听说咸鸭蛋比鲜鸭蛋更有营养，是真的吗？简单讲，腌制过程中蛋白质、脂肪变化不大，矿物质略有增加，维生素 B 族损失明显，所以鲜鸭蛋的维生素 B2、B12 等含量更高，而咸鸭蛋的钙、铁、硒含量略高，两者各有千秋，谈不上谁绝对更好。第二个问题，咸鸭蛋能不能补血？咸蛋黄中铁的含量确实比鲜蛋高一些，但蛋黄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大约只有3%到5%，因为卵黄高磷蛋白会抑制铁的吸收。如果你想补血，吃动物肝脏、红肉，鸭血的效果要强10倍、100倍。所以吃咸鸭蛋补血并不靠谱，不必当真。你在看完这期视频后，不妨按照我说的去试一试，选正规品牌，每周不超过3个。吃的时候只吃蛋黄或者过水去盐，搭配蔬菜和全谷物，这样既能享受流油蛋黄带来的味觉满足，又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你的支持能让我持续创作更多靠谱的营养科普内容。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最喜欢的咸鸭蛋吃法，是配粥、配馒头还是拌饭？我会看评论，挑选
有代表性的问题在后续视频中回答。我们下期再见。